大家好，现在我们分析一下黄金今天的一个走势，以及对于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判断呢都是有效的。就是目前对于黄金，我们对它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上一个走势从4841到5419这一波上涨，它的一个震荡的上沿呢是5249，这个价格就是衡量目前黄金在2小时图表的一个强弱分水岭。它如果要强势，它要么就是上攻，最后回踩5249不跌破，那它才有可能进行反转。那我们现在呢，最主要的策略就是保持上面5400上方这一个的空单呢继续持有，也就是它整个形态没有去打破，包括它的走势没有去扭转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只能去耐心等待，毕竟明天又是非农的数据，那我们在这里的话不能去做任何的一个操作，因为它在这里做的是在小级别里面做的是一些无序的一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只能去控制好自己仓位。对于白银来说的话，它的走势是相对要好分析一点，那等会我再说吧。那黄金的话，我们近2到3天最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5249这个位置，它如果说没有强势向上运行，再回踩去测试，没有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还是按弱势整理的一个走势去判断。那在昨天的视频讲了，它现在要去做日线级别的扩展，那它的时间的话，我们再去多观察2到4天的一个时间。那在30分钟图表上面，它也目前在做一个30分钟级别走势的一个盘整走势，现在是没有方向。那我们这里就减少我们的操作吧，毕竟明天是非农数据的一个公布，我是自己的操作是不太喜欢在重要数据公布的时候呢去做一些头寸的交易。那我们既然有底仓呢，那我们就继续的一个持有。那这是对于黄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析。它至于现在是上还是下，最终它怎么去选择，完全交给市场。那对于白银它重要的一个位置在30分钟图表就是 86.54 这个位置很重要。如果说在今天或者明天，也就是近2、3天，它不重新回到 86.54 这个位置，那它就会形成第3类卖点。那至于会不会出现这种走势呢？那我们目前暂时不去猜测，那我们还是保留上面 95.89 这些位置的一个空单继续持有。然后你在每一次打历史新低的时候，这个历史新低就是不同图表你看到的新低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30分钟图表，你重新破了这个新低，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对冲，对吧？那你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还是耐心的一个持有。如果说是你在30分钟图表上面看的是 86.54， 那在2小时图表呢？2小时图表那它就也很好分析，就上面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90多，这个我没有去标注啊，就是这个高点。这2天还是有一些人在放炮，如果说各位听到一些放炮的声音的话，
那各位谅解一下，这个高点是91.29，我做个标注吧。就是现在白银跟黄金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不同，它们波动的区间和走势是不太一样。这是91.29，标注一下。就在30分钟图表，白银86.54，就这个就是这样，86.54。那在2小时呢，就是91.29，这是不同级别你看到的不一样数据。也就是在2小时图表，它不重新回到91.29，它都是以一个弱势一个整理。那在30分钟图表呢，它不重新回到86.54，它这里就会形成一个三脉。所以说在我们用不同级别去看待这个市场，你看待的位置呢是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那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持有空单，等待市场去选择。还有就是一直在说啊，就是这些走势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要结合一些时间，还有历史上它的一些高位还有低位的一些表现呢，都在反复再说一点，就是它在高位的时候，它也会通过反复的一些价格去测试。就比如说是白银121，它这个历史高点呢，它已经有3个月没有创历史新高，那它这个高点呢，现在是有效的。那它在高点出来之后呢，它有一些波段，比如说90或者是70，它在这之间会去做一个来回的高位的一个震荡，去确认它的一个有效性，就像这之前的位置是一样的道理。那它来讲的话，会有一个我们通常说的高位的横盘震荡，包括黄金也是一样。那黄金的话，它的就更麻烦，它的走势更复杂，毕竟它的月线和季线跟白银是完全不同。那我们现在只能去耐心持有啊，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那就考验我们各位的耐心，好吧？那今天的话就简短就说这么多，这个是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位置我们找到之后呢，可以管2到3天，那我们去耐心等待，好吧？那我就简短说这么多。